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黄金如果融在一起能装进一个多大的箱子吗？答案是一个边长 22.5 米的立方体，就这么一个小方块，市值31万亿美元。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黄金市场基础报告。这份报告回答了一个大多数黄金投资者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黄金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结构是什么？里面有几个数字会让你重新认识黄金。比如黄金占全球金融资产的比例只有 3%， 比如每天有多少钱在全球黄金市场交易。还有一个数字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但我们等一下说。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金银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天解读的报告叫做《黄金市场基础报告：市场规模与结构》，发布机构是世界黄金协会，这个机构是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组织，他们的数据被各大央行和机构投资者广泛引用。这份报告发布于2026年4月，是截止目前最新的官方数据。这份报告的核心问题就一个：黄金市场到底有多大？钱都在谁手里？每天流动多少？搞清楚这些，你就能真正理解黄金这个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好，我们正式开始。先来讲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数字。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人类历史上所有挖出来的黄金总量大约是21万9890吨，按当前金价折算，市值大约是31万亿美元。3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什么概念？美国2025年的 GDP 大概是3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全球所有黄金的价值跟美国一整年创造的财富差不多。而且这些黄金是真实存在的，你可以拿在手里，你可以放进保险箱，你可以跨境转移。它不是某个公司的股票，也不是某个国家政府的承诺。这31万亿里面钱都在哪里？报告把它分得很清楚。珠宝占了 44%， 也就是97650吨。央行和官方机构持有 18%， 约38670吨。实物金条和金币占 21%， 约46950吨。黄金 ETF 占 2%， 场外交易的机构和高净值投资者持有大约 5%， 剩下的 10% 是工业和科技用途。你注意到一个事了吗？珠宝占了将近一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球一半的黄金装在普通人的抽屉里、保险柜里、博物馆里。这就是黄金跟其他金融资产最不一样的地方。但这还不是今天最有意思的部分。真正有趣的是，这些黄金从来没有消失过。黄金几乎不会被销毁，你融化它，它还是黄金；你把旧金首饰回收，它变成金条，还是在市场里流通。所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精确：黄金市场不是由新矿产量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巨大的存量在价格、风险和偏好之间不断流动决定的。而这个存量每年只增长 1.8%， 因为全球每年挖出来的新黄金就是这个速度。这就是为什么黄金的稀缺性是真实的，不是概念上的。像这样的权威报告解读，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深度中文解读。想第一时间看到，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但接下来这个数据更有意思，我们来看看每天到底有多少钱在黄金市场里流动。流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衡量它。简单说就是你想买的时候能买到，想卖的时候能卖出去，而且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买卖就把价格弄得大起大落。黄金的流动性好不好？根据报告，2025年全球黄金平均每天的交易量是3610亿美元，3610亿美元每天。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这比英国国债的日均交易量还要高，和7到10年期的美国国债大概在一个量级上，比德国国债、英国国债、美国高收益债都要高。黄金每天被买卖的量跟全球最重要的主权债券市场旗鼓相当，这个钱在哪里流动？最大的市场是伦敦。伦敦的场外交易市场每天大概有1800亿美元，主要是现货交易。第二大是 COMEX， 也就是美国的黄金期货交易所，每天大约1140亿美元。紧追其后的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每天51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结构性变化，过去几年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黄金定价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市场伦敦和纽约逐渐向亚洲扩散，这对中国和印度的黄金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还有黄金衍生品市场，期货和期权的未平仓合约在2025年底价值大约是15000亿美元，这只是实物黄金价值的一小部分，但它对价格发现和流动性贡献极大。好，我们现在知道黄金有多大，每天流动多少。那问题来了，这么大的市场，投资者到底持有了多少？这就引出了今天我认为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数字。我说这是今天最重要的数字，因为它直接影响你对黄金未来走势的判断框架。根据报告，全球金融资产总量大约是320万亿美元，黄金在这320万亿里面只占 3%， 而且这个 3% 还是平均数，很多机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黄金仓位。报告里提到，调研数据显示，高达 30% 的投资者对黄金的配置比例是0点，完全没有。报告里还有一个历史对比，非常有意思。大约40年前，黄金占全球金融资产的比例大约是 14%， 从 14% 降到现在的 3%，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股票市场大爆发，债券市场大爆发，衍生品市场大爆发，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蛋糕做大了，但黄金的那一块相对来说越来越小。然后报告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世界黄金协会的分析认为，对于一个平衡配置的美元投资组合来说，黄金的理想配置区间大约是 2% 到 10%， 基准建议是 5%， 现在实际上呢不到 3%， 而且还有大量投资者是零配置。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边际转变，哪怕一小部分机构投资者从零配置变成 2% 的配置，流入黄金的资金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报告说增量配置的边际影响对金价可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各方对这个信号解读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黄金长期需求的结构性支撑，低配意味着未来补仓空间巨大。但也有谨慎的声音指出，黄金配置从 14% 降到 3%， 本来就反映了金融市场整体的成熟化，这个趋势不一定会逆转。我不做判断哪个观点对，但这个数字你应该知道。接下来我们来看黄金另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它在全球央行眼里是什么？央行买黄金这个话题，过去几年在圈子里讨论很多，但很多人不知道规模到底有多大。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球各国央行和官方机构合计持有大约38670吨黄金，折合大约5万亿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量里，黄金占 26%， 排名第一的储备资产是美元，排名第二就是黄金。注意，这是2025年的数据。从这个数字来看，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地位已经超过欧元、英镑、日元的总和。但有一个很大的分化，发达国家的央行平均把 30% 的储备放在黄金里，而新兴市场的央行呢，平均只有 15%。 而且2010年的时候，新兴市场央行的黄金比例是多少？ 4%。
从 4% 增加到 15%， 这个增速很快。世界黄金协会还做了一个调查，问各国央行未来5年对美元储备的展望。结果 73% 的受访央行说，他们预计全球外汇储备里的美元比例会中度到显著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他们预计黄金的比例会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信号。不管你对黄金抱什么立场，央行的集体行为是黄金供需关系里最稳定的一个变量。当70%央行都在说美元储备会减少，黄金会增加，这个方向本身就值得你认真对待。好，我们来把今天的信息串起来。世界黄金协会这份报告给了我们几个关键坐标。第一，黄金是一个31万亿美元的超大市场，每天流通3610亿美元，流动性堪比美国主权债。第二，黄金只占全球金融资产的 3%， 配置比例极低，历史上曾经高达 14%， 这里面有很大的潜在边际效应。第三，全球央行持有5万亿美元黄金，占外汇储备 26%， 而且新兴市场还在持续加仓，70%央行预计未来会减少美元，增加黄金。这3个坐标加在一起，描述的是黄金市场目前的供需结构，规模大，流动性强，当前配置比例仍然偏低，央行需求持续，多头会说这是未来金价的长期支撑，谨慎派会说配置比例低有其历史原因，金融深化是不可逆的趋势，不能简单的说以前多少就会回到多少，两个视角都有其道理。你现在有了这些信息，可以自己判断。如果你想持续看到世界黄金协会、白银协会这类权威机构报告的深度中文解读，这正是我们频道在做的事。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报告出来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报告还有几个我今天没有展开的话题，比如黄金供给端的地理分布，还有黄金的双重属性，经济扩张期消费驱动，经济不确定期投资驱动。这个框架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评论区告诉我，我可以单独做一期。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给我点个赞，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公开研究报告，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我们下期见。